天尊。 雷霆会受你操控？还不拜见你祖宗！雷祖！神尊令，雷族报告。回，听从天尊调令。这雷族报告，竟是能让被你斩杀之人收服为雷部众将。不止，雷族报告的能力，好像对于天尊以下的神尊像。 有着无可比拟的压制，无可比拟的压制。这种压制，可能还不仅限于神尊像。当初天尊6字之时，便能斩灭9重，如今依靠10字神尊像的位阶，说不定能够斩灭3师。直接斩3师，不太可能。但若只是压制，想必能做到。 握住他！血海，竟然真有这个地方！还记得廊道里的那扇门吗？现在，我们应该能进去了。城主大人怎么来了？你给袁初山当了这么多年狗，就这么甘心去死？老朽的命都是袁初山给的，为什么不能死？哼，还真是条忠心的好狗啊！ 萧锦瑜，你要是不乖，我也可以随时把你换掉。
换身衣裳，吃点好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送你风风光光的上路。是，青玉大人。小金鱼，风光吗？好了，左爷，成了神尊也不要忘了人家啊！哪个倒霉蛋着了？也给你灭灭火！阿川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这是……孟小川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娘，阿川这个懒鬼怎么还没出来？哎，小子，你下山回来了？是啊，回来看看我的老朋友。好了，去吧。七月该等着急了。那我走了。走了，娘。阿川这个懒鬼怎么还没出来？七月，你也太慢了。走了。哟，川上，今儿个怎么又起晚了？怎么每天都让七月小姐等啊？啥时候吃你俩喜酒啊？还不快点儿！又得害我迟到，到时候不许给那家伙发请帖。听到没？铁定不请的。哟，孟川，今天的球赛还踢不踢了？哟，小野，踢啊！不约好了。你行不行啊？可别输给那姓白的。加！放心吧，包赢的。天目大人，这是在逼我去死啊！袁出山本就让你去死，又何来我逼你一说？当初你若早听我的，与我两界道合作，又何至于走到这一步啊？两界道，你们自身都难保了。你要死，可选就死得疯狂点儿。是啊，当了这么多年的狗，我得风光点。搞清楚了吗？根据宗卷所述，神尊遗骸与神尊玉髓叶同根，皆是神尊陨落后由原出山。说重点。
换骨。换骨者需赤身入关，合关后7个时辰内外力不可扰，更不可开启。入关后不可动用任何真气、内力，时辰不到不可挣脱而出，否之，轻者残废，重者化血肉。神尊遗骸，一尊一骸，因此每次换骨际遇并非相同。但远出山并未提供遗骸前史，也不做任何保证。结局有几成好，几成坏？不到3成。还不赖！开棺！别担心，知画在此，等将军归来。不是让人都出城吗？怎么还有人来凑热闹？他们想沾血。城主保佑，城主保佑！这次千万得让我沾到啊！城主的血，恶心！阿川那家伙到底去哪儿了？青玉师叔怎么还没来？行刑的时辰要到了。这人谁呀？怎么拖着一副棺材呀？哎，他就是那个城主葛玄啊，就被杀头的那个。是。这不是城主吗？他怎么拖着一个棺材？他不是要被砍头了吗？哎，让棺材会是不是结局产生的？不会吧？这也太可笑了。真是副好官呐！城主大人倒是会挑。老夫雕了一辈子木头，挑棺材自然有一手。城主大人，时辰不早了，请吧。大人不看看里面吗？等斩了你的头，我会帮您收尸的。看看吧。啊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们想沾老夫的血？老夫的血有什么好沾的？那是玄出山的神尊死了。要沾就沾神尊的血！神尊血！神尊血！我要神尊血！我要神尊血！城主大人，快给我沾点！城主大人！
是你犯下滔天大罪！我当了那么多年狗，死之前还不能废几声。祖师爷这盘棋存在千年，至今无人窥其真面目。我奉原出山之令，参悟棋局奥秘，42年终有所成。今日便让山上的主子瞧瞧，祖师爷到底藏了什么？他到底要干什么？不管他要干什么，阻止他。我们要不要帮忙啊？我靠，找死啊！一看就很危险。品质敏感，超级烫。
破坏掉了吗？妖星？为什么山海妖星会？孟川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，我尊之路的强大。什么神尊问题，在魔尊面前狗屁不如，都是上好的毒品呐！你们的神尊根基是我的了。小金鱼终于来了！来战！是，陈兄，走。孟师弟，你又把作业交错了。我说的画册去哪儿了呢？原来在你这儿啊！你没偷看吧？我不会把你将院长画成王八的事儿说出去的。我靠！放学后的球赛别忘了啊！放心。让让，让让，让让！我靠，燕白毛，又迷路了？啰嗦！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嗨，孟川，到底还踢不踢了？不然你直接认输得了。哼，待会儿别哭。镜湖院第5届蹴鞠大赛决赛开始。孟川，你太欺负人了！哦，没让你们失望吧？燕白毛，没火力，耶！双生，双生，双生是谁？该走了，阿川。别啊，刚刚都没踢尽兴呢，咱俩再来一场。真的不走吗？去吧，孟师弟。门那边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。你就是孟三叔，胆儿挺大呀你们！我苍元的东西也敢偷？苍元，终于对上了呀！可即使萧景瑜补全炼体之路，依然只是相当于大日境神尊，想战胜魔尊，可不够看呢。孟川在哪儿？萧景瑜，怎么想让他亲眼看你死？
这炼体之路补全后，竟是有了近似神尊像、神尊体的力量。你也说了，只是近似，即使再像，也比不了正统神尊。只局限于煞气，手段终究太过单一。听说这萧景瑜是拒绝了成为神尊，主动选择炼体。啊？为什么？脑子坏掉了？他想为普通人谋出路。还真是脑子坏掉了。萧景瑜，揍得很爽吧？可你的五色煞已经被我吞噬了，接下来你的煞气对我无效。放心，将军，孟川来之前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我要当着他的面杀死你，证明魔尊的强大。这魔尊真是什么都能吞的。废话，不然我们两界岛为何笃定隔靴？就看看这魔尊能强大到何种地步吧。拿什么赢？我有说我只是五色煞吗？色煞简直闻所未闻，没想到这一套还有惊喜。七色煞，七色煞！萧景瑜，炼体一道，你确实当世第一。不，我还不是。哦，听你这口气，你不是第一个七色煞。谁？啊，孟川吗？不愧是他。说来魔尊与炼体都有些共通之处，只是重情之人。但你炼体讲究克制，而我魔尊讲的是放肆。
七色也不够看呢。明明一开始葛玄确实被压制了。是啊，七色煞在攻击力上已经相当于第4境的封侯神尊了，可又有什么用？魔尊会在战斗中不断适应，不断进化，没有衰弱不会死亡。魔尊只会越战越强。魔尊。你炼体不应该越奏越强，怎么变强的反而是我？蟒川也有这种特质，他果然就是天生的魔尊。七色煞也不行吗？哟，你怎么还不死？明明死气缠身，却硬是吊着一口气。原来如此，这沙场的煞气，竟是受你情绪所引，护住了你的心脉。是这些死去的士兵救了你。结束了，这炼体之路，终究是条断头路。难怪袁初山不要。断头路，什么意思？你没看出来吗？这煞气一直在侵蚀萧景。从刚刚就一直听你在唧唧歪歪，吵死了。有2个小禁域，炼体竟然还有秘密。七色煞是我的极限。不是我们的极限。九色煞，九色煞！真情难得的梦，却也不能醒来。早知这人间就像是无边苦海，这无尽的黑暗被空虚掩埋，谁能躲出红尘？谁能躲远离苦？谁能躲此心安？谁能夺花情人？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此我四大皆空，回归真我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思想水象皆为虚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不否度我轮回因果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准我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天生炼体之人，种下的花它也没盛开，全尽难可的梦却也不能醒来，导致这人间就像是无边苦海，坠入无尽的黑暗，被控制掩埋，谁能渡我？谁能渡我远离我？小金鱼，是将军赢了。苍元，进来吧你！哎，那个傻小子，喝不喝椰子水？接着。靠，这咋下呀？你愣着干什么？苍元，进来吧你！哎，那个傻小子，喝不喝椰子水？接着。靠，这咋下呀？在这儿。牛啊我！啊！这是苍元祖师。你真是苍元祖师？怎么不像啊？谁会相信苍元祖师是个粉发帅哥啊？小子，冲你这句话，你的忙我帮了。啊？什么？你们偷走我棋局中的宝贝，又卖过神魔血池，闯入我当年辟谷的心斋，不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？神魔血池，心斋，那扇门，只要进入那扇门处，我们就能找到全新的路。庄生，庄生呢？感应不到，我的元神呢？一直在你手里呢。
庄生，我这儿可不欢迎小偷，滚出去！来选吧。什么？新的修炼之路，你不就是为了这个？炼体、魔尊、太阴、修罗、刀割，每一条都是神尊之外新的修炼之路。除了神尊以外，竟然还有如此多的修炼之路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这些年我知晓的修炼之路没有1000也有800，但可惜很多只是道听途说，收集到的也就50、60条，而完整的就这5条了。选吧。所以炼体真的是一条媲美神尊的修炼之路。哼，小子，虽然炼体很强，但我劝你别选这条。你小子已经练过了7色煞，炼体资质不错。您既然说炼体很强，我资质又不错，为何劝我别选这条？因为这炼体啊，资质越好，越活不长。煞乃天地浊毒，其毒性根本不是凡夫之躯能承受的，肉身会不断被侵蚀异化。你以为自己在盛开，但其实在枯萎。那魔尊呢？魔尊呢？魔尊确实很强，即使在我已知的所有修炼之路中，也是数1数2的强。不然当年我也不会割舍不下，最终还是将其封印在了棋局中。魔尊之路来源于妖族，甚至牵扯到妖族的起源。妖族将其视若珍宝，但奇怪的是，妖族并未修炼。我好奇的紧，当我研究之后，我才明白为何这是一条连妖族也惧怕的道路。它代表着混乱与无序，而最恐怖的是，魔尊一旦形成，便无法被消灭，它只会肆意的、野蛮的、无限成长。所以炼体比起魔尊，炼体赢不了魔尊。无力吗？这场战争压根不是普通人能参与的。你和你的兵什么都没保下，都死了。萧景瑜都只能走到这儿，更何况其他人。如果那时候大家都炼体，至少能多撑一会儿，能多救几个。至少不会就只剩我俩，对吧？纸花。
隔空惊着我的走动成家莫停留，像天在像雨流。将军，时辰到了。回来，我们喝一杯。将军，该行动了。不齐，裁断义工。燕家，再上一碗面。你今天还没吃饭吗？别担心，之话在此，等将军归来。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。将军！萧金玉，你的酒色杀，你承受不起。但是我可以，封魔尊便是最强之道。小天草严赤瞳。你应该乖乖躲在家里的。火神，和我动手！根基姿态。萧锦瑜都被我吞了。你们这群小屁孩啊！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不如随我一起走魔尊之路。那神尊不当也罢，袁初山也救不了苍元劫，但我可以。苍元劫，不劳你操心。竟然把你练成了剑种！你父王是个狠人，惹不起，回去。
击。小屁孩，来招狠的！根基术，玄星。没想到你们之中还有惊喜，改变运势，了不得的能力。两条杂鱼能力。对不起了，安海。来得太慢了，接下来交给我了。炼体真就是条断头路，没有办法解决吗？有，归根到底不过是凡胎肉体太脆弱，那就补强一下喽。靠什么补？靠这星空最坚硬的石头。星空晶石，星空晶石，哎呀，孟川，这城市人变坏了吧？尽管揍我！我让你好好出出气！操死我！算我倒霉！那家伙完全被孟川压着打，这已经不是我们能插手的战斗了。阿川，孟川，
你这炼体神尊怎么和萧锦瑜的不一样啊？明明只是7色煞，却比萧锦瑜的9色还要强。炼体还有秘密？哎，你说巧不巧？这星空晶石啊，祖师我有。您既然还活着，为什么不出手？为什么不杀尽妖族，毁了山海妖星？我不能出手。为什么？只要你出手，哪还需要什么魔尊、什么炼体？甚至只要你回来，远处山上那群家伙，哪还敢玩什么阴谋，搞什么迫害？这整个世界都因你而命名，你怎么？因为你什么？正是因为你的出现，我不能出手。因为你孟川是个变数。我是变数？什么意思？你忘记自己做过的事了？你逆转了时空。那次时空逆转所带来的影响，是你无法想象的，孟川。知道为何未来会消失吗？因为太多人看到了未来，导致他们改变了未来。无论是试炼的变化，魔尊的出现，这一切皆因你而起，皆因你而来。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因为我。阿川，虽然这一切是因为你而改变，但这不是你的错。那是谁的错？谁的错？哼！你很愤怒啊，孟川。光有愤怒可没用，最终还是得讲实力才行。你瞧瞧，你揍了我半天，我屁事儿没有。这炼体呀，就是垃圾。看好了，煞是这么用的。9色煞，你怎么都？孟川，这便是魔尊。我们能适应一切，吞掉一切，一切都将归于魔。魔尊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所以，你是来杀我的？哼，倒是没错。杀了你，就不会再有变数。可杀了你，已经产生的变数也不会消失。那您到底？我不是让你选吗？你说你全都要，除了炼体神尊，还有我苍元的神尊。这股威压，难道是神尊？袁出山来人了！神尊，神尊，孟川，可别告诉我这是你做的！煌煌威灵，尊无赦令。回生普化天尊。神尊下。孟川，
一切果，我来担。雷霆神杀，容我一刀。结束了。孟川赢了，这家伙消失一天，没想到给我们来了个大的。六字神尊像，哼，真有你的，孟川。阿川，你竟然能做到双神尊。孟川，双神尊真不错，但你还是杀不死我。只有魔尊才能杀死魔尊。魔尊吗？孟川，世间修炼3000路，双修之人已是罕见，但你这变数，还能走到第3条路吗？走到连我都未能踏足的三尊之界。三尊，这才是你想看的吗？没错。你不是能变吗？有种，变个更大的给我看看。阿川！妖星为什么还会降临？那家伙还没放弃，他要强行引孟川入魔。孟川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袁初神竟是想让你三尊同修，竟是三尊同修，放开他！看明白了吗？袁初山的胃口多大呀！我以为魔尊够点，现在我真是自困不容。我葛玄也不能落于人后啊！吃了，全吃了！凤凰秘术，坠心火。魔尊葛玄，师尊有令，这场试炼到此为止。师尊的神女傀儡，不可能！这妖星都是他降的，现在却要我停手，那群饭桶他妈玩我呢！我说了，停手。
太小瞧我了，派一批不灭境的傀儡就想阻我！为什么非得逼他？他要做什么？天白马，你想做什么？他在燃烧神尊根基，想要炸掉妖星。变数不愧是变数，你不想成为魔尊，即使我强行降下妖星，也有人帮你挡灾。孟川，这朋友交的不错呀，陪你玩腻了。碎星！葛玄就赢了，你们都得死。想看是吧？那我就让你看看。阿川，这股气息，魔尊，但和我不一样。有意思，孟超，你终究不一样。啊，真来呀？你小子够勇啊！你做了什么？别碍事，这可是他自己选的。魔尊也不一样，这难不成就是三尊同修的奥妙？阿川，我去杀了他，等我回来。阿川，等你回来。做事，我确实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变数，但有件事不会变。哦。是什么？我叫孟川，我只会死。
杀妖的路上。孟川，世间修炼3000路，双修之人已是罕见，但你这变数，还能走到第3条路吗？走到连我都未能踏足的3尊之境。3尊，这才是你想看的吗？没错，但你会死。曾经我为了降服魔尊之力，尝试融合神尊与魔尊，但在融合的一瞬间，我的身体濒临崩溃。想要融合3条修炼之路的力量，我可能要花点时间。阿川，放心，有炼体之路打底，又融合了星空晶石，我的肉身一定撑得住。孟川，如今这世上只有我和你是一伙的，和你我2人之力，孟川，这苍元就是我们的。方才嘴里念叨着为了苍元，结果还是为了自己。魔尊，原来如此。怎么样，孟川？魔尊是不是很爽？你有种吃掉我吗？闭上你的臭嘴！阿川，这融合不简单。我怎么觉得你的魔尊不对劲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变成神尊了？神尊之路在抗拒，他想要占据主导，难怪融合过程身体会崩溃。神与魔根本无法和平相处，他们非要分个主次。所以祖师才想到引入炼体之路，加强肉身。但如果炼体也加入这场争斗呢？什么？懂了，孟川，你真是暴殄天物。祖师错了，引入炼体只会加大融合难度，炼体也不肯服软。重生，我们必须做到。我们必须做到，不然的话，见到我魔尊的陪衬，孟川，难怪你的力量越来越弱。怎么样，能成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不好！不仅想神魔体3修，甚至还想融合他们，竟然妄想我魔尊之路能容纳下其他力量！哼，蠢货！现在都不用我出手，你自己就把自己玩死了，孟川。唉，我以为加上炼体，也许能撑住，看来即便是你这个变数，也做不到。我做不到吗？
不过还来得及，孟川。现在退一步，让魔尊吞噬其余两路，你先活下来。退一步，退一步，我能活。那元宝呢？也能活吗？退一步，小马会在吗？退一步，你是我的神尊。小野能抹除那段经历吗？退一步，殿下，花开了，宁一步回得去家乡吗？退一步，孟川，我有种预感，你能结束这吃人的事的。梅远志还会相信我吗？退一步，我当初要是退一步，我还是我吗？我能退去哪儿？当初姑祖母想过退吗？三长老、云望海、李淮南，他们想过退吗？萧景玉要是知道炼体会死，他会退吗？千年来，死了多少人才走到现在的杀妖路？退一步，就会踩到他们的尸骨。我们没有退路，但眼前是条绝路，所以你们怕这怕那的。然后搞这么多破事，你们就是不信我们能赢。好好看着吧，做事好好看我是怎么杀妖的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的力量，我的意志，我的一切，我将倾尽我的所有，宰了你！你竟让一把刀吞噬你！你竟想靠它融合所有力量，和我同归于尽！你他妈的蠢货！你个蠢货！你纪元周，你们都他妈是蠢货！双生，我在。我们回刀。
我吧！本魔尊才不会死，死的只有你，只有你，你个渣子！就该帮成渣。阿川，去！果然，我们做到了，阿川。刚刚那一刀正是全新的力量，但我们，阿川，值得吗？祖师，你一定见过上个未来吧？他是怎么选的？他呀，他没走到你这一步。他在宁一卜死后，接受了青玉的邀请，以试炼第一的身份上了山，成了神尊，以一己之力斩杀100万妖族，受封东宁王，乃是人类的最强者。但是你当初召唤他，他明明可以选择不出手，这样的话也就不会消失。但他还是选择助你改变未来。原来现在的我，也可以这么有魄力吗？新的未来，交给你行吗？估计他也发现苍元界走在绝路上。这样啊，他说的没错，我们还真是有魄力啊。去。这些是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要先走了，是不是有点意外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也很意外，我以为我能和你、和燕京、和大家一起走下去，走到杀妖的尽头。结果我倒在了山脚下，真不想死在这儿。启源，带我回东宁府。不行！明明是因为我的死，你才逆转的时空，凭什么你先走？你说好了，要斩尽天下妖，要改变这个世道，你怎么能就这么走掉？大家都在前面等你。大家都在前面等你。苏师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死在杀妖的路上，但总有人会继续上路。众生是朝阳，而我向着朝阳。你向着朝阳，那朝阳呢？
朝阳啊！我不是应该死了吗？是啊，你是应该死了才对。变数果然就是变数啊！你为了救那凤凰血脉逆转时空，又因为逆转时空而舍生取义，最终又被凤凰血脉所救。哼，有趣，有趣啊！是7月救了我。血脉之路也是一种修炼体系，但血脉这种东西生不带来的，9成9的人都别想了。哪怕是最顶尖的凤凰血脉，尽管可以涅槃重生，也是以消耗生命力为代价。7月，也多亏了他，不然你好不容易走出的新路，可就断了。利用斩妖刀的吞噬特性，融合3条修炼之路。挺好奇，你会给这条全新的修炼之路起个什么名字？孟川，那刀已经打上了你的烙印。你这变数，看来确实自有定数。周生，祖师，您的话我有点没懂。就像你说的，你虽是变数，但或许有些东西永远不会。孟川，带着苍元剑再赢一次吧，这就是你的定数。包赢的。行了，我走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你还记得推开心斋的门看到了什么吗？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就算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。袁出山，你还上吗？不上了。哼，不愧是你。哎，醒了！ 7月，燕白蒙，睡了那么久，晕不晕啊？等等，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算是一点点副作用吧，不过别担心啊。你看，你昏迷了1个月，就已经从小婴儿长到了6岁，再来2个月，你就能长回来了。庄生在。我抱你上去。来，给叔叔也抱抱。叶叔叔，快给我骑单马呀！恩将仇报啊！你尿布都是我换的，亏我还给你买了甜点。那是给我买的吗？自己想吃，拿孩子当借口。好啦好啦，你俩能不能和平点？我们现在这是在哪儿？其他人呢？我们在袁出山。准确来说，是在袁出山外。那就是袁出山吗？愁死了。
以为这场试炼只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。最后，只剩我们几个。精灵的2个同伴，远处神还在想办法救治。原初城怎么样了？他们为什么把我们丢在这儿？你杀了葛玄后，袁初山就再次派人下来，颁布了一道命令：袁初城不再设城主之位，由知画接管幽神卫，领导袁初城重建。至于我们在等你醒过来。袁初山派人来过一次，可惜那会儿你还没醒。而且你还滋了人家一脸。啊！什么？姿挺高的，比我小时候强。你屁股上有颗痣。你们都看过了？你们都给我等着！抱歉，孟川，我们还是打算上袁初山。有什么好抱歉的？应该的。终于来了，诸位，该上山了。走吧。燕白毛，你的神尊根基……别担心，袁初山说有办法帮我恢复。你没骗我？阿川，哎呀，我骗你干嘛？滚吧！等你，等我，等我迈过神尊血池，我就下山。阿川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你说到来接我，我保证。7月。你真不打算告诉他？没必要让他多担心。怎么，人都走了，还不动手？正好，拿你们试试新的力量。跟我叫。神、体、魔，貌似都在，又好像合二为一了。神力全开！3个不灭境，这股力量明明出城，却已经有着相当于7色煞的力量了。单论攻击力，已经可以媲美第4境暗星境神尊了。不。我怎么觉得不止于此？还有一部分力量被
封存了。这新的修炼之路果然不简单。3条道路彼此融合，就像3颗永不停歇的星星。阿川，握住它，这才是他的全貌。魔尊的贪婪，神尊的莫测，杀气的侵蚀，还有元神的缥缈。这股力量蕴含所有。究竟是什么力量？这力量酷似神煞力，却又远远不止于此，感觉很有发掘潜力。仅仅是出场，就已经堪比封王吗？取个名字吧，阿川，这是属于你的全新的路。神魔，神魔之路。神魔吗？呵呵，有意思。本以为他只是能掌控魔尊之路，结果他硬是结合3路，开创出一条全新的。只是这小子怎么成的神尊炼体？也是师尊你安排的？废话，除了师尊，谁还有这本事？目前的发展远超我们的预料，这神魔之路，我们怕是无法掌控。掌控？为何要掌控？若不能掌控，这孟川成长起来之后，首先要屠的，怕就不是妖族了。疯婆子，你现在知道担心，算计他的时候怎么没想过？真我，你2位想打架，以后随便打。风雪关离真武关也不远。师尊，这神魔之路只是出场，却已经有着匹敌封王神尊的威能。阿海，封王过誉了，最多匹敌无间境。这回风雪说的没错，无间境是无间境，封王是封王。这神魔之路的消息，我们得封锁才行，它需要时间成长。可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，两界道已经守不住了，天妖门也日渐猖狂。还有最关键的，神魔之路，名字倒会取，但他知道怎么练吗？两界道真守不住了吗，师尊？若非穷途末路，他们也不会冒着与我们结仇的风险，也想染指魔尊。我们和黑沙洞天都必须帮两界道扛住这2年，确保大迁移计划的实施。至于他的修炼，杀戮就是最好的修炼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停不下来？吞噬，这是魔尊的吞噬之力。什么意思？3条修炼之路，不是融为一体了吗？你的神尊之力太过弱小，根本无法与魔尊抗衡。至少得成为封王，你才能自如使用这新的力量。你是谁？我叫秦武，山上的大家都唤我一声师尊，你也可以这么叫我。师尊，你就是远处山的山主。山主，我曾经是，但现在的我只是这山上的一个普通长辈。
只不过大家因为敬重我，愿意听我几句唠叨罢了。我不管你什么身份，我只想知道为什么。所以这场试炼，这一切，都是你安排的。啊，没错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孟川，你知道一名神尊成长起来要耗费多少资源吗？你知道成为一名神尊要花费多久吗？你知道每天有多少神尊死去吗？你知道妖族有多少妖王吗？如今苍元界还剩9000余名神尊，而妖王有100万之数。人类与妖族之间有着无法估量的差距。苍元界是一只困兽，我们没有新的资源，神尊血池已经接近枯竭。再过几年，就不会有新的神尊了，我们快要守不住了。孟川，怎么会这样？这盘棋专门为你而设。魔尊，便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我本只是赌你能够恪守本心，即使成魔，也能做到克制。没想到，你最后能给我这么大个惊喜，孟川。没想到最后你会开创出神魔。这股力量，它既可能拯救这个世界，也可能加速世界的毁灭，因为没人了解这股力量。他可能比魔尊还要更加可怕。孟川，上山吧，我会倾尽全力帮你成为封王，让你成为真正的神魔。你会成为下一任元出山之主，你会成为这天下最强之人。如何？这山，你上吗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等我强大起来，连你们元出山一起掀了？等你拯救了苍元界，我秦武的头留给你。哼，不，我不上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接受。那让你担任巡走一职呢？元出山巡走，可调动我元出山设立的游神卫、灭妖会、地网3大机构，行巡查天下之职，负天下苍生之责。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若你接受，你就必须去做一件事。我就知道，什么事儿？驰援两界岛。两界岛已经快要守不住了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两界岛我会去，但令牌我也不要。我朋友曾经说过，妖吃人，人吃人，神尊杀妖又吃人，这就是个吃人的时代。你说苍元界是一只困兽，不，困住的不是苍元，是你们，是你们这些山上的神尊，嘴里嚷嚷着拯救世界，结果也只是病急乱投医。你们不会救，那就在山上好好看着，看我孟川怎么拯救世界。不仅被拒绝，还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呢，秦武。没关系，他离不开元出山的。最后，你真不怕人家杀了你？他不会，
那种人一看就自大的很。你还学会看相了？见多识广呀。走着，小滑头，目标2阶倒。小滑头！祖师，一切如你所料，2阶倒之事也会如你所料吗？好了没？好了没呀？我快饿死了！小孩儿。哟，你们有看到一队马车经过吗？他们出了村，往西边的古星湖去了。小孩儿，要不要喝口热汤啊？来苍原多久了？都学会炖汤了。欢迎光临苍原境。不只是妖星降临，妖族居然还掌握了附身人类的方法。人类之中，不知道渗入了多少妖怪，苍原界早就千疮百孔了。看来建立灭妖会由神位、帝王3个额外势力，并非只为天妖门。尽快救出燕界，咱们就去2阶岛。看来，这风雪要越下越大了。七弟这路上为何一言不发？难道伤势还未曾好全？唉，四哥也没办法，爹爹下了死命令，要我们必须带你回去。是你爹，不是我爹。
你还因为七娘的死怪罪爹爹？当年确实是爹爹不对。如若不是他常年公务在外，七娘也不至于相思成疾，最终药石难医。但这么多年过去，也该放下了。七弟，别怪四哥多嘴，如今你神尊根基已废，还需爹爹助你恢复才行。为了你，也为了咱家，回去向爹服个软。薛秀，你真是人如其名，挺会绣的。七弟这半年在外确实成长了呢，涵养功夫比之前好了不少。来，你现在身子弱，喝杯热酒，暖暖身子。我还记得6岁那年，你也是这么骗我喝那碗毒药的。七弟，你这是觉得四哥会害你？婉儿，你来喝给我弟弟看。我可真够冤枉的。多谢秀少爷赏赐。婉儿不胜酒力，只能饮这一杯啊。少爷，薛秀，来人。四少爷有何吩咐？婉儿不胜酒力，把她扔到雪里，醒酒。是。他娘的，这么漂亮的妞都舍得杀！这次发大了！哎呦，大当家，我这里是酒楼，可不是青楼。你还耍起来了？老大，有猪来了！好肥的猪！老二，杀猪过年了！杀猪！都他妈别睡了，给我冲！
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喂，这里是虎狼寨。不想死，就别过去。好。弄死他！太少，不够我暖身子，还有吗？烧杀抢夺、奸淫辱虐，还勾结天妖门，快给我挪啊你！你就是土匪头子。巧了，我看你也挺像土匪。一剑叠了3道真气，有意思。怎么，不出刀吗？我这把刀只斩妖。怎么，你是妖吗？三叠浪，冲禅，神打，
哥哥，停手吧。不鸟我！不鸟我！即使灭妖会，也算自己人。我哥哥鲁莽认错了人，小弟弟，不好意思。自己人？我们兄弟2人姓薛，要去安海关。哦，姓薛啊，原来是当世七王之一安海王的儿子啊，可这实力也不怎么样。我们少爷要包场，闲人勿进。喂，你们安海家就这么欺负人啊？刚还说自己人呢，转头就让我一小屁孩去雪天里挨冻。可这还是我先来的，别想赶我走。既然不想走，那就别走了。你们听到了？让开让开，吃饭去喽！大半天都饿了。这里为什么会有灭妖会的人？难道是知道了我们的？哥哥，你又冲动了。如果真的被他们知道，就不可能只来这一个了。而且灭妖会来这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毕竟这里本来就有天妖门啊。先看看，看看这孩子有什么鬼把戏。怎么，不立马提审这天妖门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天妖门？你不是来抓天妖门？是啊，来抓天妖门。这儿呢，七弟，快坐。爆辣没有啊？屁大点娃吃什么爆辣？酒都给上了，吃个辣不行？哼，那是酸梅汁儿。哎呀，麻辣鱼片、香辣虾、酸辣藕丁，看不出来三味口这么重啊。不如再来点解腻的茶点吧，我请。好啊，我小弟最喜欢吃豆花了，那就麻烦老板娘上碗咸的。菜上齐了，帅哥们慢用啊！有毒。是太难吃了。啊！算了，回房间吧。不好
好意思了，这新来的厨子手没个轻重，还没调教好，给您安排最好的3间，我再给你打个折，怎么？不用了，1间上房就好。过少。夜已深了，我们就都早点歇息吧。我睡床，你俩随意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阿川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没上远处山了？这就准备走了？怎么，打算亲自送我？还有件事忘记跟你说了，你的好朋友燕晋，并没有上元出山。什么？他神尊根基已损。他父亲便勒令他2个哥哥，将其带回安海关。你能耐了，这么大的事不跟我讲，就当装作没事人一样上船。7月也是，竟然瞒着我，都瞒着我。是我让大家别说的。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只是被勒令回家。神尊根基那种东西，我练回来便是。你和你爹那么大仇，我不信他安好心。我也不信。那你还……我若是废了，那家伙根本不可能派人来接我回家，他只会让我自生自灭。我猜，这很可能是薛秀、薛苦自己的主意，他们在谋划着什么。今晚这风雪是不会停了，那就明天再说。不怪你家男人，要不是他做饭太难吃，今晚这事儿就成了。现在好了，浪费老娘的毒，白下了。谁知道他弟兄那么能做饭，他是一点没学着啊。现在可怎么办？我今晚睡觉都不安稳。4条。到，小四叔跟你一样，盯着我打是吧？哎，哪能这样说我们后厨伙夫？咱们可是以麻会友，诚信做人，还诚信做人呢。你们这一眼黑店，好吧？发财！好。哎呦我妈，你这是妖姬，不是发财。小年纪就眼花，长大找不到对象的嘞。还出钱，还说不是黑店？哪里出钱？哪里出钱？你个小家伙，眼睛坏，嘴巴还坏的嘞！哎呀，你咋还跟孩子扮上了？赶紧的，再来一圈。小年纪不会哄女人，小心找不着对象。不劳您操心，我可是已经有婚配了。哟，大清早就这么热闹啊！哟，薛公子起床了。苏北麻还是蜀南麻？虾麻。几位贵客吃了吗？今儿雪是停了，但还没顾上打扫，外边啊没屋里舒服。不必了，老板娘，我哥哥出去猎点。打猎？带我一个？哎，你走了3缺1呢！你个小屁崽子，这劲儿才刚上来。要不我来陪陪各位？哟，还是公子你，可真俊呀！有没有对象的来？
薛苦哥一定很爱护自己的弟弟吧？我可以这么叫你吧，薛苦哥。随意。咱们这一路找到过不少猎物，但是都没动手。我很好奇，薛苦哥到底想猎什么？这一路有件有趣的事。何事？好好想想。这野外明明妖怪横行，但这里的动物却并未遭到毒手，为何？你知不知道，妖族入侵苍原界千年，杀戮无数，但却鲜少对那些普通动物下手。他们只杀人吃人，就好像只是人类的天敌。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，为什么？你觉得是杀一只懂得隐忍、伪装、反扑，能和你博弈的猎物有意思，还是杀一只死到临头都不自知的猎物有意思呢？蟒川。哟，原来早认出我了呀！小时候，我也常像这样，带弟弟们出去打猎。哦，这倒没听燕京说起过。七弟从小孤僻，听说他交的朋友时，我还蛮惊讶的。能跟他做朋友的人，会是什么样？你惹不起的模样。比起那时的你，还差得远呢，孟川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之前好像没见过吧？比起东冥王的风采，东冥王，孟川，现在的你还太嫩了。看来，他也因为那次时空逆转看到了未来。孟川，知道为什么当初东冥府一战，我父王会收回被触发的剑道法印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未来，是你杀了我父王。我？孟川，虽然很感谢你未来做的一切，但是我的父王由我来杀。我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我父王勾结妖族。他交给你了。是，堂主。薛苦，你这是要学你父王吗？不，我要超越他。真嫩啊，小娃娃！一群杂碎，也就陪我用这招了。上次用是什么时候来着？月下散，1打10。看你一脸吧，在天妖门打杂的。鄙人不才，36天妖之一，祸不都是也。这趟本来只是借灭妖会伪装下好救燕青，没想到还真捅到了天妖窝。
尊秘术，夜压体，夜妖会，柳叶白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说你叫霍普都，我待会儿让你玩命度。碰。公子，我认识不少小姑娘嘞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介绍呀？不必了，婶子，小姑娘不适合我。哎呀，难不成公子喜欢婶子这样的？碰。2饼。发财。哎，王妈，该你了。婶子倒也有几个老姐妹。嗨，太客气了。碰。王妈，你哎呦，我挑，哎呦，妖姬。公子还想不想碰啊？碰。哎呀，公子，这是想碰碰我呀！自摸13妖，靠背啊！你们都缺神呐，一把没火，不打了。哎，小哥，要不你来？妈的，再打裤衩子都输没了。怎么打？不妨事，哥哥教你，跟着摸牌就行。哎呀，你们一家子都太俊了，都给我治晕乎了。啊！薛秀，你死肥婆，吃老子豆腐！哎，嘟嘟嘴，咱们也别闲着呀。孟川的嘴，名不虚传呐。有点意思。霍普都一定让你进个去！这家伙比那什么沈周强不少，单论攻击，已经不下于单人境神尊。天妖门能逼得袁出山专门成立灭妖会来针对他们，肯定有些独到手段。这家伙怕是还藏着牌呢。是吗？那就来比比看吧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情况？他明明最多单元境才对，可速度、力量就弱于我。该死！可这家伙连神尊像都还没亮，有点意思。孟川，妖术天族狂舞。
我之前遇到的天妖门不一样，妖术哪儿学的？还能哪儿？当然是妖啊！多说点儿，我爱听。你们来这到底做什么？真觉得自己吃定我了，小心翻车啊！那我露一手给你瞧瞧。来呀，你露啊！来砍死我呀！地丘，割断红尘30里。那薛家两兄弟到底什么目的？为什么要带走燕晋？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，孟川。亏你是天下寻走呢！天下寻走，你不知道，袁初山已经昭告天下，你孟川乃袁初山这一代天下寻走，巡查天下，皆当遵从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已经拒绝了才对。看来袁初山这是赖上你了。本来还以为是假情报，你孟川才上山。就算已经迈过神尊血池，最多也才丹元境。你凭什么当这个天下寻走？哼！如今看你一副小孩模样，还神尊炼体双修，不是想看我底牌吗？这就让你看看袁初山想做什么！打造最强者，救世主，管他呢，干掉你就对了。他的气势怎么突然暴涨？不是想看我底牌吗？这就让你看看！气势已经堪比不灭境，而且还在受伤。孟川，知道我们为何加入天妖门吗？曾经我也是一介天才，但3大圣地把持着修炼之路，每届那么几个名额够谁分？是我活不都比谁差吗？不是他们普通人就没活路，但天妖门不同，人人都可以走天妖之路。人人都可以，天妖之路吗？妖族为了分裂人族，竟是专门设计出一条全新的修炼体系，但这股力量的源头，竟有些似曾相识。4重天妖，败族真君。看着倒是挺唬人的。孟川，还不亮你的神尊像吗？赶紧的，让我瞧瞧！这家伙的力量，怕是已经匹敌大日境神尊了。甚至要比大日境还要强些。这天妖之路有点门道。瞧不起我，还瞧不起我！
给我亮神尊像！给我亮！告诉我你们来做什么，我满足你。我们要迎接圣君。圣君？而你的好朋友，何其荣幸能成为圣君的载体！载体。孟川，苍元界马上就会完蛋！妖圣，他们竟然要召唤妖圣！不光嘟嘟嘴，我的神尊像没意思，给你看点儿新鲜的。神魔体，开！力量，哼！管你什么力量，只要拖住你，等圣君降临，你们都得死！拖住？怎么拖？回来了，哥哥。怎么把七弟也放倒了？省得麻烦，一并放倒了。那个孟川解决了，有霍不都在，他活不了。那这些孟川的同伙怎么办？一并带上，等圣君来了，刚好能尝尝鲜。都带上。怎么了，四弟？你们等会儿。等会儿。怎么好像少了一个？那个伙夫呢？帅哥，拉着呢。不好！放心，有我在。弟弟，这客栈有问题。你那点毒，也就能算计到这傻小子。安海王位列天下7王，没想到他的2个儿子却是投靠了天妖门。安海王，他知道这件事吗？还拖自己弟弟下水，有这么当哥哥的吗？你们爹是不教吗？长这么帅不学好，我王妈最讨厌反骨仔了。亏我还想介绍姐妹给你。你们都是灭妖会。本来只是找大家帮个忙，现在的话，哟呵，又来个野的。13妹，下次要还有这美差，我铁干。灭妖会行动开始。
这次行动是你父亲的意思，是你俩的意思。你是想问我父亲有没有投靠妖族吧？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。这小子文文弱弱的，还挺难对付。还得小心他体内的剑印。什么？阿海王的儿子体内都有一道保命的蜂王剑印，剑印一旦感应到有致命威胁，就会自行发作。蜂王剑印，这怎么打？只能活捉呀！所以光咱俩不够。王妈还没好啊！哎，急什么？这下想起我了，老柳啊！你要是留下病根儿，13姨非得撕了我。神尊术，穷炼体的，走的还是以前气血化验的路子。啥都没有，怎么跟我斗？王妈！哎呀，来了来了！叫麻了，3个炼体神尊，结果全靠我王妈。谢公子，下手轻点儿啊！当我知道他与妖族勾结时，我也难以置信，他是那么骄傲、那么狂妄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投靠妖族？你看到的就是全部。万一他是假意投靠你，我没想到你竟会为他说话。可能你猜的没错。你知道孟川，大周王朝7大王冠，只有我安海关没有一兵一卒，只有我薛家，只有我父王，我父王一夫当关。所以我就更加好奇，到底会是怎样的力量，怎样的诱惑，竟能令他堕落？当我拜见过圣君后，圣君，我理解了，天妖姿态。回目郎君。本公子没闲情跟你们耗，圣君还等着我们呢。天妖姿态，孔雀明王。哈哈哈！你们竟然也走了天妖之路！只要能变强，有什么不行？你们竟然放弃了神尊之路！我们放弃的是人类。你觉得天妖强？那个史不都可是被我踩了。你能杀了霍不都，确实让我惊讶。按理来说，神尊出城，就算在神尊血池中待得再久，如今的实力最多也就是第2境不灭境。但霍不都位列4成天妖，实力虽比不上拥有元神爱心境，但对付大日境也绰绰有余。结果却折在你手里，怎么做到靠双修那要人命的炼体之路？想知道吗？世间修炼3000里，试问哪条路最强？我这条。
就只有这种程度吗？我以为能有多屌，真是让人失望。不对，这不是神尊的气息。天妖，路边一条。天道，孟川，你到底是什么？我很好奇，我现在若要杀你，能不能触发你体内的剑印？他会救你吗？怎么回事？是魔尊者又开始擅自吞噬。应该是他的妖力太诱人了。魔尊，或者是神魔，对别的修炼之路好像很感兴趣。孟川，我体内的剑印可不由我父王说了算。阿川，小心！看来那孟川是死定了。神尊术，3清压杀，妖术，血平化。老柳，结束了。我的化凡之力能将一切事物归于平凡。13姨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的！孟川那小子，不会真触动了剑印之力吧？ 13姨，阿川，这剑印没落下来，什么意思？他好像在帮你抑制这股吞噬。这一次倒是多亏了这剑印，帮了你一手。怎么，我还得谢他不成？秦武说的没错，你真得尽快成为封王神尊才行。懂了，但要先解决这2只天妖。他们到底想要燕京做什么？ 你们为什么要勾结妖族？勾结，七弟，你这个词不准确。我们是要成为妖族。要没你这替身术，咱们得全灭。爹，师傅，你们还好吗？死不了，快去救你朋友，他们往后厨去了。
拦住他！余宁雄正，世劫虚孽，因我降生，天要不灭。余宁雄正，世劫虚孽，因我降生，天要不灭。你们这么做，是因为他吗？他？没错，都是因为他。他是那么强大，当世七王，万人敬仰的英雄，位列世界顶端。但我们都知道，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。独断、专横、无情、寡义、冷酷、残暴。做儿子的以他为榜样，向他学习，有什么错？弟弟，莫怪哥哥，要怪就怪他了。你将是圣君最好的载体，从此我们都将是你的子民，弟弟。二位圣子，让我们来觐见妖圣吧。你们到底要召唤什么？没有回头路了，哥哥。回头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，弟弟？血哭！
丽的画面啊！好弟弟，你的奉献，圣君会记住的。降临吧，圣君！圣君为何不败？请见圣君为何不败？还白了你嘞，青儿！若非为父，这次你可真栽了。 圣君，圣君，这是什么？ 先驱，你为了降临，竟是将妖圣之力分成4份。圣君，我们是您的圣子啊！原来我们都是载体。 我们都是。剑中，又是剑中救了你。
我怎么会生出你们这种废物？父王，别的孩子，你只是赐下剑印，而七弟，你竟然还留了道元神分身。我也没想到你们竟敢勾结妖族，甚至要献祭自己的亲弟弟。可是哥，说您背叛了苍我元，背叛了吗？别污蔑为父啊！四弟，我现在不正是在向师尊证明我的忠心？我怎么会生出你们这种蠢货？父王，我知错了。你俩就成全了为父吧，好儿子。大义灭亲啊！安海王果然忠心耿耿。传闻妖族有7圣，凌驾于诸妖王之上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本圣名千驱，千驱妖圣。现在还不是你降临的时候，玉。方。静儿，如今还不是你成剑之时。随为父回去吧。你是谁？原来你就是孟川。眼睛在哪儿？阿川，这是安海，他以元神分身附身了眼睛。孟川。没想到啊！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。滚出去！从眼睛身上滚出去！你体内也有一份。来一趟可不容易，再玩玩。这家伙，
孟川，难怪那条八爪鱼天天惦记你呢。八爪鱼，我1/4的妖圣之力，只收获了1/5，不仅不受我力量侵蚀，甚至还吞了我一部分。神尊，又不只是神尊，魔尊之力。你还真敢练呢！不想死就站远点。要你管！元神分身降临，最多只有本体1/3的力量，但也已经可以匹敌普通的无间境神尊了。但是这妖圣仅仅只是1/5的力量，就足以和他抗衡。虽然只是1/5，但也已经相当于5重天妖王了。妖族，妖圣，这么打下去，迟早得输。他的元神之力最多能支撑1刻钟的降临，而他用的还是眼睛神体。他要是输，那眼镜角会死。操！这已经算是最顶层的战斗了。但你神魔之路才出场，又极易失控，这战斗我们怕是难以插手。是。所以，阿川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插手了，好锋利的气息，是剑气。怎么这么远还刮得老娘脸疼？这山上难不成是派了个风王过来？天底下能有此等剑道的，不是剑九王，就是安海王。阿川，小心！听你也敢插手？好险，刚才差点。这就是神魔之力吗？不对，阿川，这家伙不仅没死，而且还在变强。你们以为本圣是那么好杀的？这次可不是随便降个投影分身，
本圣要的是完全降临。前驱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吓唬谁呢？就算你完全降临，我也会宰了你。小子，我以元神给你传音，我拖住他，你去破坏他的仪式。哼，别假惺惺，你不是投靠妖族吗？先不说如今未来已被你改变，就算是曾经的未来，也还远远没到我投靠的时间点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演啊？我大概知晓曾经的未来，我为何会投靠妖族，但现在不需要。苍原已经有了你这条出路。你的意思是？别废话，快去！阿川，安海这点倒是没骗你，他未来投靠妖族，是为了给人类谋出路。可惜，你最好是能拖住他。不劳你操心。当我面说悄悄话。阿川，这家伙的降临仪式，只有你能中断。还记得当初祖师爷的话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时空裂缝？没错，时空裂缝。元意之瞳，看！你们想中断仪式？别妄想了，我的仪式已经完成，我的力量正在透过时空裂缝一点点传送过来。想要中断我的降临，除非你们能破坏时空裂缝。但是时空裂缝一旦生成，便无法被破坏，没有人可以修复时空。挺住！你死不死无所谓，但燕姬绝不能有事。借我这根基倒是毁得不亏。安海，没人能阻止本圣降临。无也不行。还真是王爷您呀，来救你儿子，来杀妖的。你呢？你呀，你们是在说相声吗？这就是时空裂缝。没错，所有的妖怪都是通过它入侵到苍元界的。看样子不是很欢迎人类进去啊。我能感受到，这就是时空裂缝的核心。只要破坏它，时空裂缝就会消散。感觉身体会散架，
这玩意儿根本没法靠近，怎么扛？这是时空波动，只有经受过时空长河洗礼的你才能抵抗。你可以的，阿川。袁初山，你还上吗？不上了。哼，不愧是你。接下来你可有的忙，也没时间耗在山上。有的忙？臭小子，你不会以为时空逆转的影响就只是让一些人看到未来吧？它带来的还有3个重大影响，其一便是你。我作为时空逆转的载体，你已经浸润过时空长河，这会令你对时空波动有着天然的敏感，甚至反过来波动时空。这有什么用啊？这也只是我的猜测。或许你可以凭借这份特质，斩断时空裂缝。斩断时空裂缝？没错。如果你真能做到，如果我真的能做到，我只要斩断所有的时空裂缝，就能拯救苍元界。挥刀吧，阿川。让我来斩断它！没用的，在妖族力量面前，你们简直不堪一击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力量呈着增长，仪式被中断了。不可能，辋川不可能有修复时空裂缝的手段。难道是齐武那家伙亲自来了？不行，得走。哟，想逃去哪儿呢？时空之力，辋川已经能动用时空之力。载种，苍元界不欢迎你。转身。我在。送客。这麻烦终于送走了。若真让他逃掉，躲入苍元界一点一点降临，那对苍元界来说，真是灭顶之灾。麻烦是走了，但我的朋友还没救回来呢。可以从我朋友身上滚下来了吗？不想和我聊聊吗，辋川？聊什么？聊袁初山将未来消失的责任全都推给我。但其实你得占一半。关我什么事？时空，我逆转的。剑是你收回的，为的就是让我召唤未来，以此改变你被我杀死的命运。关我什么事？我让你召唤的。你不收，我就不会召；你不逆，我就不会收。很好，不愧是要当人族叛徒，脸是真厚。辋川，我和你真没什么好聊的。动不了了，为什么？领域，这是无间境神尊才有的领域。我更想和他聊聊。辋川，让我见识见识你最大的倚仗。真是不可思议！我以为侵入的
应该是我的神魂空间，没想到是静儿的。你到底是第几境的元神？这家伙交给你了，庄生。我去救燕晋的神魂。元神5层，夺舍境。看来你离造化尊者不远了，安海。但你远比师尊的元神还要强大。尊者之上，还有路，对吗？这就是你曾经投靠妖族的原因，为了更加强大，为了力量。尊者之上是什么？告诉我。尊者之上吗？叶白毛，燕晋，你在哪儿？燕晋的神魂在更深层，跟他走。燕晋。娘亲，今儿累不累啊？歇会儿。累死了，要娘亲抱。那是燕晋的娘。燕晋，这些难道是燕晋的回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都死都不来看他？为什么？不要过去！听说你在找我。以魂为胚，以胎化剑，万剑宗的剑种法。你竟然将这种惨无人道的功法用在自己孩子身上，你竟然将自己的孩子练成了一把剑。为了力量，在所不惜。你是谁？我是燕晋啊！不，你不是，你把我的朋友还给我！这种剑法乃是当年万剑宗借鉴刀割之路而来，为的是能让每个剑宗传人拥有一柄匹配自己的绝世好剑。以你封王之境，此剑一成，必定是把天阶神兵。多一把天阶神兵，相当于多了一个封王，于我，与苍元，与静儿，都会是一大助力。你不是燕晋。哦，东宁府一战，我也是出过力的孟川，你却只拿他当朋友，真是让人伤心啊！把燕晋
还给我！已经迟了，孟川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为了力量，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他不过是一个庶出子，他娘只不过是我的一个贴身婢女。能成为我的剑主，是他此生的荣幸。你真的这么想？剑种法中记载，待胎儿8岁，剑胚成型后，需将他的神魂抹去，以滋补剑灵。但你却偏偏为他设下封印，将剑灵与其神魂分隔，为何？你到底是谁？万剑宗1000年前就覆灭，剑种法我一人独得，当时不可能有人知道详尽记载。你果真不属于现在吗？把印记给我交出来！你想见他呀？就怕你见了伤心呀！阿川，印记。印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才能救你？阿川，已经晚了。孟川，和他做最后的告别吧。我每摘下一次面具，便与这剑灵融合一分。如今我俩已经彻底融合。什么剑灵？什么意思？我呀，不过是他练的一把剑。什么？当我知道我的父亲在我还未出生时便将我练成一把剑，甚至连累我娘，害她气血亏空、虚弱致死，我想要复仇。在那之前，我本来只是想看一眼我娘的家乡，却没想到能在这认识你们。我本想着过了斩妖大会就走，结果没缘之去。我本以为阿川你总会消沉一段时间，可是你没有，你更加努力的修炼，比我还要更快的凝丹。当妖星降临，什么成剑啊、复仇啊，我通通都忘了。我只想救大家，救下我娘的家乡。印记，我看到了，阿川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，但是我看到了，是你救了东宁府。你真的好强大呀，阿川！不管经历怎样的伤痛，你总是会背负起他们，继续前行，继续战斗。这样的你，真的很令人憧憬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你昏迷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商量过，等咱们都变强，就去找你，找你一起杀妖。所以，我也得想办法跟上你才行。就算是回到姓薛的身边，我也想变强。
可惜了，我也没想到，再摘一次面具，我就和剑灵彻底融合了。哼，失策了。不会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你给我滚啊！安海，你不是想知道尊者之上的秘密吗？我可以告诉你。要不你改练剑吧，阿川，拿着我去杀妖，如何？笑个屁啊！搞得好像一言一样。我在瞧不起你自己吗？如果不是你，王不语那我就栽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楚留我也赢不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你救了我一次又一次，这次换我来救你！你想要我放弃我的剑，如何？你可是我过命的兄弟！一起走到杀妖的尽头。阿川，可以，我答应你。不好意思，我改主意了。什么东西？疯了！阿庆，这是哥送你的礼物。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弃我而去吗？我们是一起的。只是在剑宗之人，这家伙你自己处理。哦，我自己处理。很快。你还真的是有个好兄弟、好哥哥呢。为了斩断你与我的联系，连代表万剑宗传承的通明剑心都舍得让给你。我娘说，她这辈子最开心的事，便是陪你在树下练剑的日子。你娘不过是个端茶送水的奴婢，倒是给我生了个好儿子。剑宗之路，倒确实很适合你。娘请他，到死都在念叨你。他从来没怪过你，恨过你，但你呢？
当然不恨我。当初一开始就知道，我是为了施展剑中法，才宠幸于他。我可没逼他。你该恨的是你娘。我不恨他，是他生下了我。我的命是他给的，而你的命，我留给他。从此，我厌尽于你，再无瓜葛。心慈手软，终究只是贱婢的孩子。哎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年纪大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。哎，燕小哥回来了。解决了？啊，解决了。太好了！嘿嘿，做菜还得换我来。不是姐妹，你来真的。该给的名分我一样都不会少，只可怜小年纪轻轻就……哎呦，帅哥嘛，哪儿没有啊？人要学会向前看。去吃饭吧。阿川，你有没有感觉突然凉飕飕的？你发烧了？叶白呢？干啥去了？一直没看见他。叶白，师傅说，他去天妖门基地查探一番。这是老柳，回来吃饭。这家伙，吃饭都赶不上热乎的。爹，传儿，你过来干嘛？你吃你的，我等你师傅就行。爹。我没上元出山，你生不生气啊？为什么这么想？当初，你为了让我能进道院，求着回孟家，之后，孟家也是尽力栽培我。姑祖母、三长老，家族为我付出那么多，就是为了能让我上元出山，成为神尊。但我却……傻小子！你呀，从小就主意正，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不爱什么，都没怎么让我操心。爹相信你的决定。至于家里，嗨，一群糟老头，好糊弄得很，哪儿分得清什么神尊神魔呀？我告诉他们，你现在特牛就完事儿了，放心吧。倒是你出门在外注意安全，没事给家里捎个信儿。记得按时吃饭。两界岛那边呀，听说饮食和咱们这可差远了。他们爱生吃，生的能吃吗？爹待会儿给你整点秘制小香料。还有啊，别太拼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放心吧，爹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我找到了一份名单。名单？这么多人名，这是谁留下的？天妖门吗？秦、薛谷、薛庭，这薛庭，该不会就是安海王吧？
但是好像又被划掉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些人，这上面的人名，到底是用来干嘛的？白瑶玉，爹，这个人，难不成和娘有关系？庄生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我有一些推测。景武、薛苦、薛庭这3人，确实有一个共同点。什么？他们都窥见过未来。哎呀，别想了，我们在这聊也没啥用，还是得报上去，让那些大人物头疼吧。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份名单上记录的，很有可能都是窥见未来之人。等我修成体内的剑宗传承，就去找你，阿川。可别让我等太久啊！放心，不会太久的。往后，一起杀妖！哎呀，念公子！走了，小花头。我出发了！啊！不可！你慢点，慢点！儿子，小心呐，安全第一！大侄子，你放心去，我会好好照顾燕公子的。哎呦，看人家干什么了？阿川，放心吧，我会追上来的。庄生，没想到祖师口中的窥见未来之人，竟然只有16人。16人，已经够多了。你不会以为时空逆转的影响，就只是让一些人看到未来吧？它带来的还有3个重大影响，其一便是你。那其2呢？其2便是窥见未来之人。窥见未来之人，想必你也看到了，不管是东宁府之战安海王的举动，还是此番袁出山试炼的变化，都是因为有人窥见未来。这些人所带来的不可控性，是无法想象的。但我更在意的是何人留下了这份名单，又是何人将名字抹去？有人想让你对未来有所准备，而有人不希望。谁不希望呢？安海王吗？亦或是秦武？别想了，阿川，这不是如今紧要之事，紧要的还是2界岛。最后的其3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时空裂缝的增多。什么？时空逆转，导致横在2个世界之间的时空壁垒加速剥落，时空裂缝也因此而大大增加。妖族有了更多入侵苍元界的通道，全是负面影响。而2界岛镇守的大越王朝，本就是苍元界内时空壁垒最薄弱的地方。2界岛又是3大圣地中最弱的势力，他们快要守不住了。但你或许能拯救他们。阿川，光凭我们就想拯救2界岛，怕是不够。谁说只有我们？你将我掩埋在深渊，像是就不必躲闪，面对这荒谬的时代。师尊，我只想撒一个决定了吗？我决定了，我要放弃神尊，我要走血脉之路。哥，阿金，我要变强，变得比谁都强。
想要复活你妹妹，如今唯有刀割之路能做到。刀割之路怎么走？去两界道。两界道吗？你呀，主人不在就乱窜。